我身为龙族小公主，必须要想办法帮助他们。还好我随身带来了龙宫宝库，宝库开！太好了，龙宫宝库里有无限量的粮食和肉，有了这些物资，就可以让娘亲和奶奶过上好日子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欺负、饿肚子。先抓只鸡出去，让娘亲他们吃鸡肉。出去，先把鸡藏起来，待会儿给娘亲他们一个惊喜。娘，我们有肉吃了，我们有肉吃了！啊，老鼠啊！离你妹妹远点。快烧死那个！不能烧！我女儿她不是灾星，你们不能烧了她。你女儿高烧3日，万一是天花，岂不是要让全村人去陪葬？是，给我烧！烧！是，烧死她！烧死她！不能烧！这是哪儿？好吵啊！我堂堂龙族小公主，竟然穿越成一个6岁小女孩，刚穿越过来就要被外面那群村民刀死。还好阿娘和奶奶拼死拦着他们，要不我早就被烧成灰烬了。就让烧！思思可是我唯一的孙女儿啊！村长，你行行好吧！不是，烧！村长，你行行好吧！不是，烧！思思丫头不怕，奶奶救你出去。这老婆子真是昏了头了！这火势这么大，她冲进去啊，我也是活不了。真的烧起来了！我一个龙族小公主，难道会被火烧死啊？怎么回事？刚才发生什么了？村长，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女儿，不要怕，阿娘来救你。你还护着你女儿？她是灾凶，都惹得苍天发怒，要大雷劈她了。怎么刘氏被劈死了？难道要遭天谴的是我们？救命！思思丫头不怕，奶奶救你出去。奶奶来救我了，大火烧的奶奶好疼好疼！火快灭掉，不许再伤害奶奶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是怎么回事？思思，奶奶的宝贝儿啊，你还活着，老天有眼呐！真是奇怪啊，这雨怎么只下思思家的片啊？看来我们真的错了，不该来烧思思那丫头。娘亲，思思，娘亲，思思没事儿。我的小楠楠不仅没死，还会叫娘亲了。6年了，娘的乖宝啊，你终于学会说话了。娘亲身上好香啊，思思好喜欢，喜欢娘亲，娘亲香香。娘，房子被烧塌了，我们以后住哪儿啊？
亲别怕，有思思在，家里会越过越好的。娘亲他们都是好人，我身为龙族小公主，必须要想办法帮助他们。还好我随身带来了龙宫宝库，宝库开！太好了，龙宫宝库里有无限量的粮食和肉，有了这些物资，就可以让娘亲和奶奶过上好日子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欺负、饿肚子。先抓只鸡出去，让娘亲他们吃鸡肉。出去！先把鸡藏起来，待会儿给娘亲他们一个惊喜。娘，我们有肉吃了，我们有肉吃了！啊，老鼠！离你妹妹远点！离你妹妹远点！哦。思思宝宝，奶奶给你做肉粥吃，好不好啊？凭什么给她吃？你这个当哥哥的还跟妹妹抢吃的，也不知羞！不要，思思不要吃大老鼠粥。哎呦，思思啊，现在正在长身体，要吃肉肉才能长高高哦。可是大老鼠脏脏。没事啊，奶奶呀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你等着啊。思思啊，咱们吃饭啊，吃了饭饭才能长高高。只有一碗吗？奶奶，娘亲和二哥哥吃啥呀？娘亲和二哥哥吃啥呀？我们有吃的。来，今天的树皮嫩点，好咬。娘亲把唯一的肉肉给我吃，他们吃树皮。不行，大家都要吃肉肉，吃大公鸡的肉肉。思思娘，你听到了吗？娘，是鸡，是活的大公鸡。哎呦，思思啊，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啊！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啊！正说要吃鸡腿，就来了一只大公鸡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乖。我看你就是饿得发癫，3年有鸡就怪了。要是有的话，我投你下来，让你得球踢。什么东西？嘿，这真有鸡啊！这小丫头难不成转运了？那可不是。我看啊，咱们思思就是老天爷的亲闺女，老天爷怎么舍得让自己的闺女饿肚子啊？这老天爷就给思思送吃的，让我们全家也跟着一起沾光。哎，思思啊，你可真是奶奶的好宝贝，乖乖的，奶奶呀，跟你们娘啊去做饭去。走。耶，终于不用吃大老鼠粥了，我有大鸡腿吃啦！看看鸡做好了，来，香不香啊？好吃，娘亲吃，奶奶也吃。咋不叫二哥哥吃呢？二哥哥也吃，二哥哥吃多多的肉肉。这还差不多。来，吃。娘，没有水，怎么和泥巴垒墙啊？这天旱，家里又穷，就刚才下的那点雨啊，也没了。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没有水或泥巴，我帮你们游水水啊！怎么平白无故出现水了？难不成我被这丫头传染了，脑子不好使了？水，有水了！这真的有水了！这水是从哪来的？思思变出来的。是吗？咱们思思真棒！
想必是这瓦砾存了刚才的雨水，也是运气好吧。行，既然有水了，就能和泥。我先去看看老三。行，你去。我这个三哥，因为我从高处摔下来，高烧不退，也难怪二哥会把我当灾星。啊！奶奶、娘亲，有水，有鱼耶！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哎呦，奶奶，是真的，我咋看到满满一缸子水啊！我的个娘啊！这……哦，鱼！我真看到鱼在水里面游。奶奶，鱼是真的鱼，我不是在做梦。思思，告诉奶奶，这水和鱼是从哪儿来的？是思思变出来的，我可厉害了。小孩子撒谎，晚上可是有大灰狼咬你屁股的。思思没有骗人，思思是好孩子。那思思，再给奶奶变出来一个看看。怎么当着大家的面变不出来了？怎么当着大家的面变不出来了？变不出来了。你完了，晚上大灰狼咬你屁股。哎呦，修你的房子去，肯定是那场大雨带来的。思思宝贝啊，是我们家的小福星，奶奶也舍不得你受委屈。来，奶奶亲亲。思思也喜欢奶奶。思思啊，在这儿玩，看着小鱼。奶奶啊，去做饭去。娘，老三估计是快不行了。咋回事啊？这不是上午还好好的吗？娘，我不知道，我给他喂粥喂半天，他都喝不下去。都怨这个臭丫头，老三就是因为给他上山找肉的时候摔断了腿。别这样，思思也不想老三死啊。娘亲不哭，三哥哥会好的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思思乖。奶奶和娘亲都为了三哥流泪，只要思思把他治好，他们就不哭了。娘亲，让三哥哥喝水，喝了水，明天就会好起来。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哎。老三，咋了娘？这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啊！老三，娘对不起你，娘没有钱给你买药给你治病，下辈子还来找娘，娘到时候再好好的抚育你，你就安心的走。娘，娘，我幻听了，我怎么听见老三的声音了？娘，我还没死。是的，老三活了。
三活过来了！老三，你没事了？我还以为你……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娘亲，让三哥哥喝水，喝了水，明天就会好起来。思思果然是咱们家的小福星，是他让老三好起来的。哎，老三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奶奶去给你拿点好吃的啊！来，宝儿，这是昨天做的鸡肉，来，你吃点儿。哪来的鸡肉啊？多亏了思思啊，是老天爷送过来的，你都不知道有多神奇。思思前脚才说要吃鸡，后脚这只鸡就自己跑过来了。是啊，他不憨了。他不憨了，不憨了，不憨了，已经好了。现在思思可聪明了，妹妹现在正在睡觉呢，一会儿娘抱过来让你瞧瞧。不就是一只鸡吗？娘，你别忘了，自从他来到咱家，这个扫把星都快把咱家克没了，现在越来越倒霉了。怎么说话呢？行了，跟我走。哼！天上掉野鸡了！这又是野鸡，这咱们周家撞大运了。奶奶，有蛋蛋。蛋蛋，哎呦，乖乖，这哪儿来的蛋蛋呢？这哪儿来的蛋蛋呢？在那里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思思呀，你可真是咱们家的福宝啊！可不是嘛，有些人说思思是扫把星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哼！啊，土豆，全是土豆！啊，土豆！思思娘，你看，土豆哎，好多的土豆啊！哎呦，思思呀，你说我怎么没有发现以前咱们家有这么多好东西啊？娘，您不是说老天爷怕我们思思受苦，特地送口粮了吗？对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哎呦，奶奶和娘亲喜欢就好。是啊，娘今天中午给你炖点鸡吃，来。好呀，思思最喜欢娘亲啦。娘亲也最喜欢思思啦。思思，你先去玩吧，娘亲给你做午饭吃。好，好，我跟你娘亲一块儿去给你做好吃的。乖乖，走。这个鲤鱼精从小被村里人当成福星，都是因为接了我们家的运势，害得三个哥哥倒霉，还都赖在我的头上。我一定要拆穿他。二千哥哥，三哥哥的腿还没好，我带了草药过来。蓉蓉，你来了。蓉蓉，你来了。咦，二哥对这个坏鱼鱼那么好声好气的说话，不许碰我二哥哥！周思思，上一边去！这傻子不傻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妹妹太调皮了。对了，你是不是来看老三的？昨天差点死了，又活了。哎，快把我们吓死了。哥哥，快开门！哥哥，快开门啊！快开门！蓉蓉，你坐。没关系的，三哥哥，我带了一些草药，晚上你泡了试试，对你的脚有恢复作用。老三，你就试试吧，蓉蓉带来的草药都很好。老三，你就试试吧，蓉蓉带来的草药都很好。多谢。昨天我感觉心口不舒服，直觉好像三哥哥出了什么事儿，还好我当时祈求了菩萨保佑三哥哥。刚才又听二千哥哥说，三哥哥昨晚差点死掉，真是吓死蓉蓉了。还好当时请求了菩萨，要不然……原来是蓉蓉祈求了菩萨，怪不得老三昨天突然活过来，还多亏蓉蓉啊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们一家人运势倒是好得很，
只要一直在你们身边，我就可以借你们的运势。娘，昨天老三活过来，多亏了蓉蓉去求菩萨，咱们留蓉蓉吃顿饭吧。多亏了蓉蓉去求菩萨，咱们留蓉蓉吃顿饭吧。跟庄蓉蓉有什么关系？行吧，让蓉蓉留在这儿吃饭，别走了。哼，开饭了。心怡，这鸡哪来的呀？竟然这么肥，我都没有见过。捡来的。你别客气，随便吃点儿。咱也吃。尝尝。阿谦哥哥，听说山上有蘑菇，不如我们吃过饭，一起去山上捡蘑菇吧。不如我们吃过饭，一起去山上捡蘑菇吧。好呀好呀，我去拿箩筐。不行，可不能让二哥哥上山被蛇咬了。娘亲，我也想跟二哥哥去山上。思思还没见过山上的风景呢。哎，你可别跟我一块去啊！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思思不难过，娘亲这就带你上山去玩。二千，娘，你咋把她带过来了？把她带过来肯定捡不到蘑菇。我带你妹妹出来玩，又不是带她来捡蘑菇的。我看你们是捡不到了吧？思思妹妹，这3个蘑菇给你。我才不要呢！我自己能捡到蘑菇，坏鱼鱼就是坏，居然给我毒蘑菇！我才不信呢！我们把山腰都转遍了，才捡到几个。二哥哥，如果我能捡到1个蘑菇，你就答应思思一个要求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看，比二哥哥的脑袋还要大。给，幻觉，都是幻觉。才不是幻觉呢！二哥哥要答应思思一个要求，等回家再说。大灵芝，思思，你怎么能随便就能捡到灵芝呢？哎呦，你真是娘的乖宝！来，亲亲。坏鱼鱼一碰二哥哥，二哥哥脸上的黑气就更多了。二哥哥，咱们回家吧。二千，咱们回家吧。这么大个灵芝，万一被人瞧见了。这么大个灵芝，万一被人瞧见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和蓉蓉要在山上捡蘑菇。咦，二千哥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人参呢。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哎，这里。哦，蛇！有蛇！不行，二哥哥！二哥哥，不要它了，蛇扔掉了。思思，快来让娘看看，这蛇有没有咬你啊？没有咬，它才不敢咬思思呢。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以后可不能胡乱捡东西了，知道吗？你也是，今天要不是思思救你，你都没命了。这样的好运气应该是我的才对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除掉这个碍事的思思。蓉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人参呢？人参没事吧？没事，人参在我手里呢。周二千，赶紧回家，免得晚了这山上的野狼给你咬死。娘，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娘，你咋了？突然生啥气啊？捡了人参就急忙显摆，那庄蓉蓉摆明了就想压思思一头，还故意提什么人参比灵芝贵。明白了，娘这是也想要人参呀。娘亲，前面有好大好大的人参，
别骗娘了，人参就在那里，不信二哥哥去看看。看就看，哼！娘亲，你看，这儿有好大好大的人参，还真是人参，好大的人参啊！一条须须都有蓉蓉那颗大了。这人参起码得上千年吧？老天爷呀，上一趟山发财了！咱们运气可真是好，这下咱们就不会饿肚子了。那是咱家思思运气好。思思说大人参就来了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好像也是啊。乖宝就是最厉害的，娘太喜欢了。走吧，回家去，娘给你做好吃的。走。真是讨人厌。哎呦，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啊！我看呀，比那蓉蓉丫头运气都好嘞。那是肯定的，咱家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可能是傻人有傻福吧。傻孩子。好吓人！三哥哥肯定好疼好疼。怎么了？三哥哥的腿一定会好的。好，出去！思思才不跟这个小心眼的三哥哥计较，用了灵泉玉露，肯定能治好三哥哥的腿。用了我的灵泉玉露，三哥哥的腿应该好了吧？滚！离开我房间！又不是我让你的腿受伤的，骂我干啥？二哥哥，你快放开我的手！好妹妹，去找你的三哥哥玩吧。过来。三哥哥，你能帮我看一下我的腿吗？好啊。三哥哥，你的腿好啦！撒谎！我没有骗你。三哥哥，思思喜欢三哥哥的腿。燕儿，思思，吃早饭了。老天有眼啊！我儿的腿好了，我儿的腿真的好了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昨天老三的腿还是血淋淋的，今天咋就变得又白又嫩了？不是我眼花了吧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老三的腿真的好了。老三呐，你昨天干啥了？是不是碰到神仙了？娘，太好了，咱家思思不傻了，老三的腿也好了，咱家又平白捡了那么多好东西，肯定是老天爷眷顾咱们。我有时候真的觉得，思思肯定是老天爷的亲闺女。自从思思开之后，咱家是好事连连啊。这事儿啊是好事儿，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，万一哪个不要脸的打咱们思思的主意就不好了。老三呐，你赶紧下来走两步。
媳妇儿啊，我的媳妇儿啊，我可怜的媳妇儿啊，被人害死，死不瞑目啊！老二这个泼皮货，竟然敢找上门来，看我不收拾他！要打架了吗？三哥哥，咱们一起去看打架。哎呦，我娘啊，亲娘啊，你不为我做主啊，我命苦啊！有妇，一大清早的在我们家门口哭，皮痒痒了是不是？娘啊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就这一个婆娘，庄周就这一个娘啊！因为老大家那个小贱人被雷劈死了，我们怎么活呀？周有富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信不信我？你打呀，你打呀！你闺女害死我婆娘，你再打死我！娘啊，娘啊！有妇，那天的事儿，你老娘我可是在跟前呢。刘氏张嘴就污蔑我家思思得了天花，他煽动村里人要烧死我们家思思，被雷劈是老天看不下去他作恶，告诉你那是他活该，别什么事儿都怨到我们家思思丫头身上。就是啊，是你媳妇惹得老天爷发怒，活该被老天劈死。放屁！就是这个小贱人害的，我不管，因为他我没了婆娘，我儿子没了老娘，他就得负责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赔！不光得赔我媳妇儿，还得赔我精神损失。我眼快哭瞎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这些都得给我赔。周有富，你还要不要脸了啊？我看你就是来讹钱的，是不是？大嫂，我家死了人的，在你们家死的还是因为你们家就得赔。赔！来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有本事你把你老娘的命拿去！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娘啊，你咋不讲理啊？你自己长眼瞧瞧，这房子又破又烂，咋赔你？娘啊，听说老大上山捡到了人参和灵芝，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儿子，你可得多为儿子想想，分我一点啊！没有的事儿，我们家可没捡到这样的东西。娘啊，你就别瞒着我了，蓉蓉那丫头都跟我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我也不找你要多，就把那人参给我就成。原来是蓉蓉那丫头说的，这个脱嘴的丫头。你别胡说了，没有的事。娘，你就别骗我了，我就要颗人参多的我不要，你给我又怎么了？周有富，你想造反是不是？你小兔崽子，敢拦我，死一边去！怎么回事？你敢进我们家抢东西，老天爷就敢劈你！老天爷这是在给我们打抱不平，你等死吧你！还放你！怎么回事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抢东西了，不敢了！爹，等等我害怕。哼，算你们跑得快。奶奶，坏蛋被思思打跑啦！哎，思思，奶奶，思思给奶奶捶捶背。哎呦，奶的乖宝贝儿哟！老二真是的，家里的地全霸占着就算了，还想来抢我们的东西。还有那个庄蓉蓉，以前也没见他这么多嘴，他自己捡了人参，他都不朝外嚷嚷，还留他吃了鸡，真是白瞎我的鸡了。不是，哎，你说咱家思思要是一开始不傻，肯定比蓉蓉那丫头聪明多了吧？那是自然。咱家思思生下来那天，可是有百鸟前来祝贺的，只是莫名其妙的就生了一场大病，喝了多少药都没用，整整2个月，硬是烧成了傻子，嗓子也哭哑了。可是后来我想了想，当年确实是有点奇怪。我记得思思比蓉蓉小了1岁半。思思发烧那年，蓉蓉不也病了一场吗？也是整整2个月。他娘说她中邪了，整天又哭又笑，抱着那个红布包的东西不撒手，非说那红布包里是菩萨，她是腐女，只要是她一许愿，她一出门就能捡到东西。
如今他们家在我们村里算是最有钱的人了。真是羡慕。不过他那红布包里的菩萨谁都不让碰，不然咱们也拜拜去。之前的我一傻，蓉蓉的运气就变好了，这分明就是吸取了我的运气嘛！可恶的鲤鱼精，我一定要把这讨厌的鲤鱼精做成红烧鲤鱼！哼！秦姨，秦姨，蓉蓉，你怎么来了？村长让我来喊你们的。周二说在村长门口哭闹，村长实在没法子了，让你们把人弄走。好，告诉他我一会儿就过去。三哥哥，你的腿好了？昨日我才将药送过来，今日三哥哥的腿变好了，肯定是用了我那药的缘故。三哥哥，那草药的效果真好，我就知道三哥哥的腿一定会好的。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他满嘴谎话。草药？什么草药？那是我亲手上山给三哥哥采的草药，还放在菩萨面前求了，专门治疗腿伤的好药。我就知道三哥哥一定会好的。蓉蓉，谢谢你。奶奶，放我下来。哥哥，蓉蓉姐说的是这个草药吗？哥哥昨天用这个草药泡脚胶了吗？没有，哥哥不用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看来不是草药泡好的，那肯定还是老天爷可怜我们。还以为真的是泡草药泡好的，结果竟然是场误会。蓉蓉，别难过，要我说，老三就不识好歹，说是用了你的草药，肯定好得更快。二哥哥说大话，普通的草药怎么能比过悟空间里面的灵泉玉露？阿谦哥哥，谢谢你，这是我绣的荷包，我在菩萨面前许愿了，可以保平安的。谢谢。不客气，有了这个荷包，今夜就有好戏看了。阿谦哥哥，三哥哥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再见。三哥哥，思思要看荷包。老三，你干嘛？奇怪了，难道鲤鱼精真的那么好心？思思，你想干嘛？都给我弄脏了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娘现在要去村里面看一下你们二叔，免得他又在村里闹出什么幺蛾子来。娘，我也去。好，娘亲，我也想去，思思也想去村长家。思思，你也想去啊？这么小，大家使得上劲儿吗？思思去保护娘亲和哥哥。好，那咱们一起去。走。村长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活不下去了！村长怎么来了？村长，听蓉蓉那丫头说，你叫我来把老二带走。是啊，他一直在我们家门口哭，我家还有孩子呢，实在是扰人啊！我不走，我们家婆娘被他克死。村长，你可要为我做主，我儿子没娘了呀！放屁！你咋不说你媳妇是被你克死的？好了，别吵了。那你想咋样？有付？赔，他们得赔我损失。那你们家可愿意赔他？不赔，死也不赔。周老太太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哼，不仅不赔，我们呢还要跟老二分家啊！娘，你老糊涂了，分家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老娘我还活着呢，轮不着你这个小兔崽子说话。这个家呀，必须得分。娘，你偏心，你偏心老大。我偏心？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偏老大。周家的东西都让你扒拉走了，要不你跟老大换换？村长，今天你在这儿，当着老二的面，咱们把话说清楚。这个家必须得分，周家的东西一分为二，
还有那地也得给我们分一块。那个原先周家都有啥东西？你细细说来。村长啊，现在没东西了。自打有了壮壮，家里的花销太大了。好，别的东西可以不要，但是这地必须有我们一块。挨着坟头那块地给你，不然你们什么都别想要。行，就那块地，从今以后你不许再上周家。你要再惦记我们周家的东西，你别怪老娘我把你打出去。娘啊，我现在地也分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婆娘也死了，你和老大媳妇总得分我点什么吧？我们家更穷，那大火把我们家的房子都烧了，难不成你还想要那房子啊？村长，必须给老二立个字据，省得他呀回头不认账。好。咱们去瞧瞧那块地，家里还有点捡的种子，晚上啊，咱们就给地翻上，给它种上吧。好。走吧。娘，这地怕是种不成了。娘，到那边看看。好。三哥哥，你看那只乌鸦一直在看着我哎。哪里来的死鸟？你才是死鸟！你是个人类黑坨坨，看我不啄死你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笑什么？这娘可记仇了，二哥哥骂他，他也骂二哥哥呢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能听到他说话呀。啊，你能听到那只鸟在说话？对的，我能听到。你看，现在还在骂二哥哥呢。哎呦！哎呦，你这孩子呀，那鸟站得好好的，你骂人家干嘛呀？这个孩子，我哪知道他能听懂？他先啄我的。活该！娘，我看这地是种不成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这要能下点雨就好，能把这地浇透，说不定能种出一些庄稼来。这又有谁要遭雷劈了？我就骂了一句死鸟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哎呀，我的娘啊，我的娘啊，好大的雨啊！老天爷开眼了！娘，你看，还专门给咱这块地下雨了。我们想要雨，老天爷就给我们送雨来了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真的下雨了。思思，告诉哥哥，雨是不是你招来的？是思思招来的。三哥哥，人家很厉害的哦。我才不信，他一个小不点还能招雨，当我是傻子吗？我倒是觉得呀，这个事儿还真不一定呢。上一次的大火，不就是思思打了个喷嚏才下大雨吗？娘，思思哪会招雨啊？肯定是老天爷怜悯咱们，也心疼思思，不希望思思没有地种，没有粮食吃。我不信，我倒要看他打完喷嚏会不会下雨。如果不会下，我非打他屁屁不可。如果不会下，我非打他屁屁不可。这下好了，地被浇得透透的，回头咱们就把这种子给它播下，过几天肯定能长出秧苗了。娘，咱家思思是小福星啊，连雨都能招来，说不定是老天爷的亲闺女下凡救咱们家来了。思思呀，就是我们家的小福星。二倩，你不会吓着了吧？刚才还说不相信思思，你看这次被打脸了吧？脸疼不疼？我脸才不疼呢。哎，你说，今天这动静闹那么大，万一思思被人盯上怎么办？你们记住啊，这事儿谁都不许出去说，记住了吧？谁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撕烂他的嘴。听见了吗？走，思思，奶奶回家给你炖鸭蛋糕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奶奶。走。
这是个小福星，我要抱个大腿。二千呢？怎么没有看到二千啊？他好像去找蓉蓉玩了吧？算了，不管他。老三，今天跟娘去镇上把这些皮毛都卖了，要是卖了好价钱，娘给你们一人买套新衣裳。娘亲，思思也想去镇上玩。好呀，正好找你大哥，把你治好的消息告诉他。咦，大家怎么都要倒霉了？又是那个李玉清装蓉蓉搞的鬼，太过分了！哎切！走吧，老三，你带好妹妹，咱们一起出发吧。行吧，你们都早点去吧。好，娘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带好妹妹。周思思，我娘病危，那就借你家人的命给我娘用。哼！娘，你快醒醒呀！娘，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周思思，你敢害我娘，我永远不会放过你！蓉蓉，你家的房子怎么塌了？办法来了！卖皮毛了，兔毛、熊毛、老虎毛都有，还有狐狸毛呢。卖皮毛了！哎呀，这小家伙真可爱，瞧这肉嘟嘟的小脸，跟面团子似的。小家伙，姨姨能揉揉你的小脸不？你摸了思思的脸后，会买皮毛毛吗？好好好，小乖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给我来2件。哎，思思啊，多亏了有咱们家的思思在，不然咱们家的皮草怎么能卖得这么快，还能卖了这么多钱？思思，真是娘的福宝。娘啊，我们快去药铺吧。啊，走。啊？还去？别小看，叫你们掌柜的过来。哎，行。哎呀，这个就听话。老板，外面有人卖药，他说必须要见到你才卖，让他们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去。你先去吧，我缓会儿。哎。夫人放宽心，大夫不是还未说缘由吗？说不定这次夫人身子就彻底好了，就能怀小宝宝了。哪有这么容易？都这么多年了，药都喝了成百上千副了。夫人，无碍，我跟明镜似的。哎呀，宝贝呀，你往后抢。哎，来，夫人，你要的灵芝有了。夫人，您今天运气是真好，我给夫人带了一株10分大的灵芝，可漂亮了。哎，您瞧瞧。天哪，这灵芝咋这么大？哦，在山上碰巧捡的，看起来年份还蛮久的。掌柜的，你摸摸看看，这个灵芝它值多少钱？这你想卖多少钱？1000两。姨姨，你觉得咋样？思思，别乱说。不好意思，无碍，1000两就1000两。夫人，这根本就……小家伙，你还挺会卖东西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个灵芝值1000两呢？这个灵芝不值1000两，但是思思的东西值1000两。姨姨，这个绳子能让你怀上小宝宝。思思，
你别乱说话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？拿一根破绳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才不是破绳子呢。兰儿的意思，本夫人是怀不上宝宝了。夫人恕罪，是兰儿失言了。小家伙，那就借你吉言了。姨姨，你回去3天后，让大夫给你把脉。3天后，宝宝就会来啦。好，小家伙，3日后我要是怀上小宝宝了，一定来好好谢谢你。兰儿，拿1000两给这位夫人，再把府里带来的桂花糕给小家伙尝尝。太多了，还是给孩子吃吧。兰儿，我们回府。思思，你干嘛要骗那夫人呢？那夫人看着她的穿着这么不一般，肯定是来自大户人家，这样的身份咱们可惹不起。娘亲，思思没有骗那个姨姨，那个姨姨真的可以怀上小宝宝的。思思吃一个，奶奶吃一个，娘亲吃一个，三哥哥吃一个，二哥哥吃一个，大哥哥吃一个，真好个。怎么瘦成这样了？没事儿，天气热，胃口不好。大伟，你别在这干活了，咱们家现在有钱了，跟娘回家去。哪儿来的钱啊？自从思思不傻以后，咱们家的运气是越来越好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思思在山上捡了一些灵芝，卖了1000两银子。咱们家现在有钱了，你别在这里受苦了。大哥哥，吃糕糕，可甜可甜了。好。娘，等我干完这个月领了工钱再回家吧。好吧。好。大哥哥，这是神奇药水，可以治好大哥哥脸上的伤。大哥哥可要抹啊，可珍贵了嘞。这有了灵泉玉露，大哥哥脸上的伤一定会好的。娘亲，我想吃糖葫芦。好，走，回去我再给你买。我们先回去了。老板，我不干了，你再找人吧。小福星，你快回家了！你二哥哥昏迷了，脸好白好白，可吓人了。坏事了，肯定是那个坏鲤鱼对二哥哥动手了。三哥哥，那只黑鸟说二哥哥有危险。娘，我肚子疼，我们赶紧回去，我要上厕所。很着急吗？要不随便找个草丛解决一下。算了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憋不住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二千，你怎么了？二千，娘，这是咋了？二千，这是咋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在厨房做饭呢，听到院里一声响，我就跑出来了。一看他倒下了，我怎么叫他也叫不醒啊！
村里的大夫说二千没救了，摸着都凉了，这可咋办呢？心跳十分微弱，果然是那个鲤鱼精搞的鬼。思思，你有办法治好二哥哥吗？有办法。娘亲，二哥哥有呼吸了。二姐好了，二姐没事了。真的是吓死我了！娘，天气热，快把二哥扶进屋吧。娘，你快醒醒啊！娘，你别吓我呀！娘，你快醒醒！娘，怎么可能？庄蓉蓉她娘死了，这丫头肯定会找咱家的。她平常最喜欢往咱家跑。咱们家孩子多，可养不起她。那丫头心思多，思思啊，可争不过她。她要是来咱家了，这还不得天天欺负思思啊？我觉得也是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大伟回来了。娘，我好了，我脸全好了。来，脸好了。大伟，你这脸是怎么好的？娘，是思思给我的药水，我抹了就好了，真的太神奇了。思思的药水，娘，你看我就说吧，思思是咱们家的小福星，有她在，咱们周家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哎，快坐下吃点东西吧，看你最近瘦的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蓉蓉妹妹家怎么了？怎么房子都塌了，院子里还飘着白布？谁知道呢？她娘突然就死了，连房子也突然塌了。哎，不过我说你啊，一回来连你自己的妹妹都不操心，倒是操心人家的事情了。从小一起长大的嘛。之前让你回来你不回来，这次怎么突然跑回来了？我回来准备盖房子，我把打铁铺的工作辞了。那这是大好事啊！你这脸好了，咱们家的喜事儿是一茬接一茬，简直是喜上连连。到时候咱们再把这个房子一修，娘啊，去给你说门好亲事，找个好媳妇儿。我现在还不想娶媳妇儿。我看啊，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张家那姑娘呢？这小子，那过几日，娘就舍弃了这老脸，去给你把这门亲事说下来。娘，我先去一趟张家，你就帮忙先照顾一下二千。去吧去吧。哎呀，奶奶的乖孙呐，你可算醒了，你快把全家呀吓死了。二哥，你不是去找庄蓉蓉了吗？怎么晕倒在咱家门口？是啊，脸都是煞白煞白，你是不是见到蓉蓉她娘吓着了？要不是你妹妹救你，你就死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见到蓉蓉她娘。蓉蓉在哭，我心里难受，我去安慰蓉蓉。她说有件事需要让我帮忙，然后给我喝了一杯水。难道我晕倒和蓉蓉那杯水有关系？哎呀，你倒是快说呀！你要急死我们呢！怎么了？你傻了不成？蓉蓉到底让你干啥了？没啥，蓉蓉说让我帮她掂一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咋晕倒的，我忘记了。二哥哥竟然还向着那个坏鲤鱼精，哼！哦，二千哥哥，哎，蓉蓉，你咋来了？他竟然真的活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该死的不是他？蓉蓉，有事儿吗？周奶奶，今天我过来是想您帮我一件事儿。村长说这种事儿，老人知道的更多。行吧，
等我和我们家思思吃个饭就过去。绳绳，为什么二哥哥从你家回来就快死翘翘了？就是啊，我们家二千从你们家回来到门口就晕倒了，连大夫都说快不行了，到底咋回事啊？不可能呀，二千哥哥在我们家也没有待多久呀。我让他帮我搬个东西，他说他要回去，我也拦不住他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装，还在这装。那就奇了怪了，我们家二千的身体一向都很好，这说晕倒就晕倒了，还差点死了呀。现在二千哥哥没事了吧？可找了大夫瞧瞧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呀？没事，我好着呢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好的。对了，奶，你给我找的大夫给我看好的吗？哎呀，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周奶奶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一会儿一定要记得来。好好。娘，大伟有喜事儿。娘，啥喜事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婆姨，你倒是快说呀！你想急死我们几个呀？大哥，你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哎，娘，你快说呀！大伟，你的婚事成了。啊！娘说的是真的，没有骗我。自然不会骗你啦，你是没瞧见，今天我是有多威风。那张家人不是嫌弃你脸毁了，说了一大堆的耍赖话，想要悔婚吗？但是今天我把那30两就往桌上那么一扔，那张家那两口眼睛都看直了。我就说啊，这30两银子，再加50斤熊肉，外加3只野鸡肉，还有100个鸡蛋。况且我家大伟现在脸上伤也治好了，只要翠翠嫁过来，我们就立刻给他们小两口盖上新房。那老两口二话不说，马上就同意了，生怕我们家大伟被人抢走了似的。哎呦！就咱们家大伟这脸面啊，我觉得这村子里啊，谁看了都得抢。对呀，嗨，来坐。咱们家现在有钱了，再也不用受这窝囊气了。对，就瞅大伟这个一表人才，我觉得谁都得争着抢着要。我就说呀，咱们家有钱呢，那多亏了我们思思给咱们带来的福气。哎，你想想，咱们上山呢，那捡的那人参，那卖了1000块钱啊！要是咱们家，那几辈子能修来这样的福气啊，是不是啊，思思？娘，你说的是。大伟，等你和翠翠的婚事敲定了，可得好好感谢思思。思思妹妹，大哥谢谢你。没事，哥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大伟，你今天先去收拾收拾，明儿娘就带你去相见。好。娘，你看得急的。夫人，再用一些吧。您今日就早上食了一些乳酪，身体哪里受得住呀？不必了，我吃不下去。那今日还请刘大夫来诊脉吗？昨日不就诊过了吗？既然没有诊出喜脉来，那差这1天2天的又能有什么区别？爷爷，你回去3天后就让大夫把脉，宝宝3天后就来了。今日就是第3天了，会不会？夫人，有劳刘大夫了。夫人严重了。夫人，这什么情况，刘大夫？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夫人有喜了。夫人这胎中怀的是十分罕见的双胎呀！什么？夫人，您有喜了，而且还是双胎。这么多年，您终于熬到头了，夫人。兰儿，是那个小娃娃，是那个小娃娃说的。3日前，他给了我这个花生红绳，说3日后就会有小娃娃。今日正好是第3日，分明昨日和前日还没有。兰儿，他是个神娃娃，
快备车，我要去见那个小娃娃。这桌上这么多东西是从哪来的？嘘嘘，思思宝贝，你嘘什么呀？你告诉奶奶，这些东西是不是你那神仙爹爹送给咱们的呀？才不是呢，是思思变出来的。好好好，我们思思是最厉害的。思思宝贝，这些都是啥东西啊？奶奶都不认识。你告诉奶奶，这些东西都怎么吃啊？这是桃子，可甜可甜了，洗一洗就可以吃了。还有这些菜，炒炒就可以吃了。这跟普通的确实不一样，老香了。是吗？那你啊，赶紧拿去洗洗，给它分分，咱一块尝尝。这也太好吃了。奶奶，三哥哥的，思思去拿给他。好，去吧。秦姨，蓉蓉，你来了。蓉蓉来了，什么味儿这么香啊？一会儿再跟你说。蓉蓉，你怎么来了？秦姨，我家房子塌了，村长正在跟我找收养的人家。今晚我能不能在您家住一晚呀？我家比较小，不嫌弃的话就住吧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嫌弃的。谢谢你，秦姨。娘，你刚刚拿的啥东西啊？这么香？蓉蓉，你也尝尝。这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娘，你这从哪儿来的呀？捡来的。这个蟠桃可是专门供给王母娘娘吃的。这个周家竟然有仙家的蟠桃。不好，这个坏坏的鲤鱼精不会把坏主意打到大哥哥身上去了吧？大伟哥哥，听说你要和村里的翠翠姐姐成婚了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到时候蓉蓉可要来给我贺喜啊。那是自然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送哥哥嫂嫂一个东西，还是一对的。啊！哇，这发绳编得十分漂亮，到时候哥哥成婚一定戴在头上。不好，这个鲤鱼精又拿出坏东西来了。思思也喜欢。好看。奇怪了，怎么没有反应？思思妹妹想要，那我过几天再给思思妹妹编一条。这发带戴在翠翠头上一定很好看。蓉蓉的手艺真巧啊。都是一点小心意。祝哥哥嫂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我才是这个村的福女。昨天村长请我去求雨，我就用你的命来求雨。这佛女的菩萨要被请出来了吗？这回难不成真会下来干礼？娘，去瞧吗？瞧，我倒要看看他那包里头啊有什么神秘的，吹得这么玄乎。去。求求老天保佑，已经点雨了。菩萨保佑！看样子这还真的能下雨。思思，你可觉得不对？并没有节气，二哥哥和三哥哥脸上也没有黑气，娘亲和奶奶脸上也没有。那他吸的是谁的运气？哎，娘，我看见翠翠了。你说老大怎么还不来？是不是连自己媳妇都不想看了？对，大哥哥是大哥哥，大哥哥收了鲤鱼精的发带。三哥哥，我想回家。咋了？这求雨马上就开始了，你不想看呀？娘，我们回家一趟，思思想上厕所。那行，你们俩快点啊，快去快回，不要耽误了求雨。老三，你把思思照顾好。好。
大哥哥，大哥哥，你的头是不是很晕？思思给你揉揉。不是跟奶奶娘一起去村长家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渴得不行，准备喝点水再去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你拿个水囊，打点再去，省得来回再跑了。看来是要下雨了。大哥哥，你的发带呢？可不可以给思思瞧瞧？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！今日求雨，看来是必成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菩萨，求你可怜可怜我们桃花村的百姓吧，降下甘霖，我们桃花村的百姓一定会供奉祈福您的。求菩萨恩典，求菩萨恩典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！毛雨，真的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！听见我们的祈求了！太好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周思思，你救活周大伟也没关系，我可以吸这一村子人的气运，这一村子人总能比周大伟一人。头好晕啊！一人将真是丧尽天良，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全村人的身上。他们都是有极少运气的普通人，根本扛不住他那么些。思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从菩萨那里求来了雨。三哥哥，你还是带着思思妹妹回去吧，别生病了。菩萨根本不管降雨的事。下雨，你应该找龙王才对。雨怎么停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雨怎么停了？雨不该停的呀！蓉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雨怎么停了？就是啊，这咋回事呀？雨怎么停了呢？这下我身上跟毛毛雨一样。我还指望这场雨把地给浇透了呢。咦，这蓉蓉不会骗我们的吧？蓉蓉，这怎么回事？刚才不还是下着雨，怎么没了呀？蓉蓉，你别哭，有什么事可以给我说。可能是菩萨今天有事走了，今天求不来雨了。什么菩萨不在了？分明还在，你当我们是好骗吗？咱家思思倒是行，就不知道思思愿不愿意换雨。周奶奶，你刚才说思思妹妹也能求雨，是真的吗？思思妹妹，周奶奶说的可能是真的，不如你上祭台来试试。今天菩萨有事，求不来雨，大家也不会怪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，我们有救了，庄稼有救了呀！刚才我还头晕呢，咋回事？这头也不晕了，浑身好了。这雨难不成是神雨？刚才你看到咋下雨了没？是那个周家丫头打了个喷嚏就下来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难道这丫头会换雨？咱这啥也没做，这也太玄乎了吧！这怎么可能？周思思一个喷嚏就下雨了，凭什么？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救人！思思的娘，思思求雨这事儿能算好事吗？我们思思让某些人给惦记着怎么办？我们家思思还不到6岁呢。不如找个理由，就说这一切是巧合，是上天垂怜。他们也得信呢。外面的雨真大，看来蓉蓉那丫头还真挺厉害的。大哥想错了，雨不是他求来的。不是他求的，那这雨怎么下的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蓉蓉求了菩萨，菩萨不管降雨的事，她求错了，被雷劈了。蓉蓉被雷劈了？她人怎么样啊？
一会儿等二千回来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估计是因为他骗了大家，可能惹得老天爷不高兴了吧。刚开始还真以为他有点本事呢，没想到只是吹的大。你们这些一个个的，自己家妹妹不操心，操心其他家的。二千，蓉蓉怎么样了？蓉蓉她死了！哎呦，不哭！好了好了，不说她了，我带她出去。哎。算了，提点高兴的事儿。大伟，你可知道翠翠喜欢什么颜色的布料？我去买一些，娘给你们做2床被褥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的喜服是不是也得由娘亲自来准备？最好啊，再准备一些孩子的衣服，以后都能用得上。你们的婚期是定在下个月初5，现在快到月底了，还有好些东西没有置办，时间紧着呢。翠翠应该喜欢粉白色。好，那娘就多买几匹粉白色的布，顺便也给思思买一些衣服。告诉娘亲喜欢什么样的衣服，只要是娘亲买的衣服，思思都喜欢。思思真乖，真懂事。老三，你呢？我衣服够多了，给思思就好了。大姐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可还记得我？您是花1千两重金买灵芝的那位夫人。坏了，他一定是觉得思思当日的发言是湖州的，所以找上门算账来了。是我，谢天谢地，你还记得我？思思，来到姨姨这里。姨姨，2个宝宝都很乖呢。思思能看到姨姨肚子里的小宝宝，那思思能看到姨姨肚子里的孩子是弟弟还是妹妹呀？姨姨想要弟弟还是妹妹？姨姨会得偿所愿的。思思还有那么大的本事呢。上次的事多亏了思思，要不是思思，这难道是？您猜对了，我们夫人有了身子，还是双胎呢。说到底还是多亏了思思呢，要不是思思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母亲呢。小家伙可神了，我们夫人回家把了2天脉都没有，第3天就奇迹般的有了。说3天就3天，真准呀！真的啊？这确实让人太不可思议了。今日我是特地赶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，然后好好谢谢你们。这里面是一些银票和首饰，都不值钱，大姐您别嫌弃。这使不得，太过重了，我们受不了。大姐，你就要了我们东西吧，我求医问药这么多年也没怀上孩子，这一遭不知积了什么德才遇上你们，你们要是不收呀，我实在是心头难安啊。那好吧。我要是能生出像思思这么可爱的孩子就好了。夫人，您肯定能生出像思思这样的孩子。人家都说怀孕伤身，有些人怀孕像老了10几岁一样，哪像您呀？自打您怀孕后，皮肤越来越好了，倒像是年轻了10几岁。您肚子里怀的肯定是个小福宝。当真？当真，奴婢啥时候骗过你呀？行了，你们舟车劳顿，快进屋休息吧。徐大哥，你能不能让我摸摸你胳膊？慢慢练着，等你长大了，你的肉也会变成这样的。徐大哥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等你把我这剑拿起来，我就教你。一言为定。二哥，拿不起来就算了。肯定是你们干扰我。我们都走了，二哥哥就可以拿起来这个刀了吗？当然，都是你干扰我。走，三哥哥，不跟二哥哥这个坏蛋一起玩。思思，来吃饭了，别搭理你二哥。都是一些家常便饭，快尝尝，尤夫人别嫌弃。我觉得很好吃，这些野味在梧州城很少吃到呢。
香得我都忍不住流口水。可不是嘛，我家夫人好几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，一来您家连肉都能吃了，真神奇。合您口味就行，我还怕您吃不惯呢。姨姨吃桃子，姨姨吃了桃子，宝宝会更健壮，到时候就能出来跟思思一块玩啦。思思宝贝真乖。大姐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想认思思做干女儿。这不合规矩吧？规矩不规矩有啥的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就是规矩。大姐，你放心，既然认了思思做干女儿，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以后谁敢欺负你们，我第一个不愿意。那我就能和徐大哥一起练武了。当然了，以后我让徐真真什么都不干，就教你一个人。哦耶！坐好了。刚才还在说思思是你的累赘，怎么着？现在又开始沾思思的福气了？跟个皮猴一样，带着弟弟妹妹们打打闹闹，一点正形都没有。这多好啊，热热闹闹的。大姐，你以后有福气了。什么福气不福气的，都是些操不完的心。快叫干娘。干娘。哎，思思，娘亲的乖孩子，娘亲要谢谢您呢。不哭不哭，小宝宝等会儿该不开心了。好，娘亲不哭。这里面是一枚玉扳指，有极大的用处。思思快点长大，以后带着这个来找娘亲，娘亲有好东西给你。哎，尤夫人这个使不得，刚才已经给过了，这又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我们思思宝贝的。思思，记住娘亲的话没？以后拿这个扳指来找娘亲，娘亲给你好东西。这是我们两个的小秘密，不能告诉别人哦。我们拉钩，谁骗人谁就是小狗狗。一言为定。你这孩子是想活活把我气死是不是？娘，我在家里混不出什么出息，我要和徐大哥一起在外面混出出息。你就让他去吧，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，总要让他出去闯闯，不能让他在家天天守着咱们转不是？再说了，徐小子是由夫人带过来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娘，我知道，我也舍不得呀。娘，你放心，等我在外面混出出息，一定会给您买大房子兼首饰，让您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。二哥哥，所有的灾难都已经过去了，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的。好，那你记得，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，别丢人。你要是敢在外面丢人，我就把你揪回来揍一顿。丫头，你在家里面听话，我回来给你买糖葫芦。如果你不听话，我回来揍你啊！哼。老三，你在家里面照顾好臭丫头。大姐，那我们就走了，放心吧。这臭小子一走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娘亲，二哥哥一定能闯出一番名堂，当武状元。你是咱家的小福星，你说什么阿娘都相信你。饿不饿？走，回去，阿娘给你做好吃的。